歡迎來到新星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驚人，譚松韻與侯明昊竟有此秘密關係；逍遙選角風暴 ，CP 化學反應與流量公式的集體失效。如果說娛樂圈有什麼最不講道理的東西，那一定是 CP 感。他不聽宣發指揮，不看粉圈預算，更不受熱搜排期控制。你可以請100個營銷號誇天作之合，也可以用10個熱搜詞條輪番轟炸，但只要觀眾心裡沒動靜，一切都是白搭。而逍遙裡，侯明昊和譚松韻這一對，偏偏就屬於那種沒打算賣，卻偏偏賣爆了，沒刻意甜，卻甜到觀眾坐立難安的類型。先說清楚一個事實，譚松韻和侯明昊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現實層面的秘密關係，真正讓網友炸鍋的是一種超出安全值的情緒默契。他們在鏡頭前的狀態明顯不是第一次合作的陌生演員，而更像是早就知道對方下一步要怎麼接戲的人。有網友在彈幕裡精準形容，不是在演喜歡，是在演早就喜歡，但現在才說出口。雙引號，這句話一出來，點讚破萬。而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，這種感覺不是劇本能寫出來的。所謂已被叫停的討論，其實指向的是一個更現實的問題。逍遙的這套選角邏輯，並不符合當前主流工業流水線。過去幾年，古偶選角遵循的是什麼？頂流小生加熱搜體質女演員，年齡差模糊處理，人設先行，演技靠後， CP 感後期補救。而侯明昊加譚松韻這對恰恰反着來，一個不走男友臉路線，一個不靠少女濾鏡硬撐。年齡差不遮掩，情緒先行，顏值只是工具。這套組合一出來，等於在問行業一句話：如果觀眾真的只想看演技，你們還要不要流量公式？雙引號，重點說那場被反覆拆解的3秒無台詞擁抱戲，鏡頭語言非常克制，沒有背景音樂突然拔高，沒有慢動作特寫，沒有強行煽情，但就是這3秒，讓觀眾集體失手。有影視博主竹真分析指出，侯明昊在抱住譚松韻之前，有一個極輕微的停頓，像是在確認我可不可以。而譚松韻的回應不是立刻回報，而是先吸了一口氣。這2個細節沒有寫在劇本裡，這是演員對人物心理的理解，是多年表演經驗形成的條件反射。我整理了多個平台的高讚評論，幾乎形成了共識。終於不是工業糖精了，看着像活人談戀愛。這對讓我意識到，原來我不是不愛磕 CP， 是不愛被糊弄。劇一般，但他倆一出來我就捨不得快進。不是他們在演戲，是在替整部劇撐情緒。甚至有網友一針見血，這劇如果換別人演，早就棄了。現在還能活着，全靠他們倆輪流續命。雙引號，行業一直害怕姐弟搭配，但逍遙證明了一件事：觀眾真正排斥的不是年齡，而是不匹配的情緒層級。譚松韻的優勢從來不是顯小，而是他懂得如何收着演。侯明昊的優勢也不是少年感，而是他知道什麼時候該把鋒芒藏起來。這就導致他們站在一起時，沒有誰壓誰，只有情緒在對齊。已經有業內人士透露，類似組合正在被列入備選方案。但問題來了，化學反應不可量產。正如網友所說，你可以照着菜譜做紅燒肉，但火候差1秒，整鍋都是腥的。雙引號，這對的成功恰恰來自於不可複製的那1秒。你文中提到的早點撲里哥、陳姐，其實點破了核心問題。觀眾在用自己的時間為演員投票，
通勤10分鐘，熬夜的情緒成本，放棄刷短視頻的即時快感。結果呢？是一部整體並不出眾的作品，卻被演員的個人魅力托舉到及格線之上。當熱度散去，真正需要面對問題的是行業本身。如果繼續用舊公式，更高片酬、更厚濾鏡、更密集營銷，那下一次觀眾只會走得更快。而逍遙的意外爆點已經給出答案，不是觀眾變挑剔了，是他們終於不想被敷衍了。侯明昊和譚松韻這一戰，讓人突然意識到，原來真正的 CP 感，不是磨出來的，不是炒出來的，而是兩個演員站在鏡頭前，連空氣都開始冒泡。而這才是影視行業最該珍惜，也最難得的東西。逍遙這對組合，最讓行業坐立不安的地方，從來不是熱度，而是他們沒有按劇本裡的安全路線來。你能明顯感覺到，兩個人在很多場戲裡，並不是在完成導演給的情緒指標，而是在做一件更危險的事：信任對方。信任什麼？信任對方不會搶戲，不會用力過猛，不會為了好看而犧牲真實。這在如今的影視環境裡，幾乎是一種奢侈。有業內編劇在匿名區直言，現在很多演員進組第一件事不是研究人物，而是問這場戲我能不能更好看一點。雙引號。而侯明昊和譚松韻恰恰相反，他們更關心的是這一刻這個人應該怎麼呼吸。很多觀眾都有一個共同感受，逍遙裡並沒有那種按秒數投餵的甜，沒有動不動就貼臉，沒有刻意的壁咚、轉圈、跌倒接吻，但偏偏就是越克制越讓人上頭。原因只有一個，情緒是真的。微博上一條高讚評論說得很狠，我寧願看他們坐在那兒不說話，也不想再看30秒強行親3次的糖精戲。雙引號。還有網友總結得更直接，不是我愛磕 CP， 是我愛看成年人用演技談戀愛。雙引號。這句話其實已經替很多觀眾說出了心裡話。關於譚松韻，有一個長期被誤解的標籤，顯小。但真正看懂她表演的人都知道，她的優勢根本不在臉，而在於她知道什麼時候該停。她演少女，從不靠誇張動作和甜蜜語調，而是靠一種極其穩定的情緒底盤。在逍遙裡，她的角色很多時候並不張揚，甚至有點被動。可正是這種被動，讓人物顯得真實。有豆瓣網友寫了一段很長的影評，其中一句被瘋狂轉發：他不是在證明自己年輕，而是在證明這個角色還沒被生活磨掉稜角。雙引號。而侯明昊這一邊，則是很多人意料之外的驚喜。他不再執着於帥，而是開始接受角色的不完美。有場戲裡，他的角色明明可以用一個很男主的方式處理衝突，但他選擇了退一步。那一刻，很多觀眾突然意識到，這個人開始會演戲了。一位影視區 UP 主在分析視頻裡說，侯明昊這次最大的進步，不是演技技巧，而是他終於不急着證明自己了。雙引號。而當一個演員不急了，角色反而活了。當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在狂歡。隨着討論發酵，另一種聲音開始出現：別再捧殺了，劇本還是不行。別把演員當遮羞布。這對火了，但戲真的一般。這些聲音並非惡意，反而非常理性，因為大家都看得清楚一個事實：如果沒有這兩個人，逍遙撐不到今天的討論度。這恰恰引出了更殘酷的問題：為什麼總是演員在替系統兜底？當年觀眾願意忍，是因為選擇少；現在觀眾不忍，是因為他們看過好的，他們看過真正用心的表演，
也見過真正讓人心動的情緒。所以當一部劇劇情平、製作平、邏輯平，卻指望靠流量和濾鏡混過去時，觀眾的耐心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耗盡。而逍遙這次的意外成功，某種程度上是觀眾在給行業上一堂公開課。假設製片人開始相信演技，導演敢於放慢節奏，選角不再只看數據表，那會發生什麼？答案很簡單，市場不會立刻爆，但口碑會慢慢回來。可問題在於，有多少人真的願意等？當熱搜散去，當 CP 詞條沉底，當新一輪流量面孔登場，侯明昊和譚松韻這一戰，會不會成為一個短暫的例外，還是真的會成為一個拐點？沒人能給出答案，但至少這一次，觀眾用時間、情緒和討論度，清清楚楚地表達了態度。我們不是不看劇了，我們只是不想再被敷衍了。